采访了很多的 B-boy， 我问他们，如果找一个现在大家知道的演员，谁能够演 B-boy 呢？没有别的答案，就都是王一博。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他妈妈为了他登上舞台去演唱张三的歌，然后他跑进去，然后看妈妈很动容。他能在那么吵的一个环境能够爆发出那种表演，我觉得是不可思议的，当时是非常惊讶的。演戏确实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觉得小博是一个我觉得很有内秀的孩子，他给了我很多次的惊喜。咱们俩比如说来回穿插什么饭馆啊，端这个弄那个，两个人的那种默契，就是生活中的这种小快乐。或者接我的一个什么动作很简单，厉害啊，对，厉害，或者是这样也可以，就跟你一样，就儿子厉害好厉害，对，好，谢谢。我们要飞向遥远王一博给我的感觉特别乖巧，特别懂事儿，他非常认真。我觉得这个认真的这个度让我想象不到。你看每拍一条，他会到监视器那看，他非常仔细的看自己的问题，他会吸取导演给他的反馈，理解能力非常强。然后你如果生理性的有那种，我这些东西都可以做出来。我觉得一博还是一个很能吃苦的，然后他知道自己有的时候状态如果说不对的话，现场他愿意很努力的，这有的时候还挺感动，很认真的一个孩子。做了，可以再好，还可以再好一点。对，好。我觉得他有做演员的信念感，几乎是全素颜上镜了。说那我们要在皮肤上再做一些瑕疵，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更加的粗糙一些。他说 OK 没问题，非常不加犹豫的就同意了。我觉得他在这一点上真的很棒。最重要的是少年感。他也会不停的在练习，他到最后脚腕受伤，他还是在坚持练习。我认为他已经没有足够的休息时间，但他每次在片场的时候还在不停的练习。这小子天天身上跟装了8个发动机一样，就是永远不带停的。拍一下，这个可以。哇！他满意吗？有一天我开玩笑跟他说，我说其实我见你的时候我就是蒙你的，当时是没有剧本的。在杀青的那天，他非常认真地问我说，导演，我想知道那些 B-boy 的采访你是蒙我的吗？我就一下被打动了。我说不是这样的，然后他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很高兴。把所有的尖笑和掌声献给陈硕。一博有说过，他很难再遇到一部电影像现在热烈一样，电影和舞蹈都是他的热爱。一博也好，或者说陈硕也好，其实他都有一些东西是吻合的，可能有的时候从表面看不出来。他其实是很喜欢笑的，但是他不好意思笑，他老忍着，他内心当中他已经绽放出花了，但是脸上他有一种反差感，大家都很爱他，都想看他灿烂的笑。他就是一个24、25岁的年轻人，这个时候的年轻人，他应该呈现出的那种青春、朝气蓬勃，然后偶尔孩子气，他很有趣儿。要感谢整个剧组的工作人员，也感谢所有的舞者们。看到他跳舞的时候，就会也让我想起我小时候跳舞的那种感觉，对于舞蹈单纯的热爱的那种感觉。有很多地方挺遗憾的，尤其是表演方面还有台词方面，我觉得可以再更好。拍戏
经验的话是慢慢的拍了多就有了，然后但是我觉得一个演员要有一个好的习惯，就是在跟别人对戏的时候，虽然拍不到，就有的时候镜头只拍我，但是拍不到对面那个人，我觉得带一个关系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有没有哪一类角色或者题材，就是你一听到会挺抵触的，就是不太想去编？你如果是娘娘腔，我挺抵触的。进入剧组那种封闭式的生活状态，不会觉得很枯燥？不会。拍完戏之后回到房间，然后看看剧本，看完剧本之后可以休息休息，玩玩游戏啊什么的。之前在当练习生的时候，也是每天重复循环，其实都已经习惯了。那舞台跟片场来说，对你有什么区别？一个有粉丝，一个没粉丝吧。你在生活中是什么状态？我挺安静的，算是。我慢热，但是我内心还是挺火的。来，有请。好的。哇，一博表演完了。没有，他还没有表演，还没有表演。对，然后先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来，佳宁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就是我想问一博，你从10几岁然后就进入到乐华了嘛？那你回首过去的这一段旅程，有没有哪一年是让你最印象深刻，或者是最有意义的？印象深刻的可能是可能是练习生的时候都挺深刻，但最有意义的时候可能就是出道的那一年吧，14年。14年的时候最对因为练了那么久，终于出道了，然后那一年可能最有意义吧。那你现在能不能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你现在的心情和状态？平静。就心如止水，然后就反正很平静的，对吧？我觉得这种状态是每个人都要追求的一个状态。对，不急不慌不忙，平静的去走。那如果你就是在刚出道的那个时候，你上台前也会像现在一样平静吗？还是会有点紧张？就是心态上面有没有什么区别？肯定经验更多了之后，现在就不会那么紧张了。对，刚开始上台的时候肯定会紧张。记得当时还没有出道的时候是上庚哥的一个演唱会，然后但是我是那种可能台前会紧张，包括有的时候上跨年演唱会的时候也会紧张，但是上台之后我就会舒服很多了，就会把那个力量给发泄出去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一博那个所有的舞蹈都非常有力量。对，然后他是通过这种力量，他通过这种方式来把自己其实内心有一些紧张来发泄出来。这个真的很好的一种方式，有个很强大的一个世界。对。那一博今年是我们12周年，然后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乐华说一下？希望乐华以后越来越好，一直走花路。一定会非常非常好，只会越来越好，对不对？好的。好，那我们等会儿还要去表演，是吧？然后我们那个等会儿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剧透一下，今天会有什么样的表演呢？有惊喜吗？没有，就一首歌而已。没有。好的。好，那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粉丝朋友们说的吗？没有什么对他们说的。没有什么对他们说的。好的。好，那么谢谢一博。好，谢谢。可以到后面休息一下。我们这边有很多。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一博。大家应该都知道，我有一个特别，算是激情的一个爱好，就是骑摩托车。然后刚好前段时间呢，给自己放了3天的假，去训练了一下，算是冬季训练，也是作为万里达雅马哈车手的第一次冬季训练。然后在3天里，我跟我的老师李正鹏老师，也是国内非常有名的车手，学习了一些在赛道上的更专业的一些知识，比如什么进弯啊，或者刹车点，还有一些线路上的动作上的一些知识，非常的开心。然后也希望19年这个赛季里呢，能跑出一个新的好的成绩。当然在比赛前呢，我会找时间录小视频，然后给大家讲一下赛道上的一些知识，比如说排位或者是圈速啊什么等等的一些东西。然后平时在赛道上的皮衣呢，会是连体的皮衣，非常的安全，会有气囊，然后也会有手套、头盔，还有防护靴子。但是我们在平时在路上骑车的时候呢，也是要注重安全的，所以说会穿一些皮衣的衣服，防止摔了之后在地上的一些摩擦。
可能大家都会认为摩托车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骑行工具或者是一个运动，但其实我们在路上，包括是在赛道上，只要把装备做好了，然后比如说皮衣或者是胸板跟背板还有头盔，头盔是必须要买质量好的头盔的，这样保护你的头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包括我们在赛道上的话，可能会觉得大家速度那么快，然后那个车压的那么低，会不会很危险？危险其实是很安全的。包括我们的连体皮衣跟靴子、头盔，包括皮衣里面还有一些气囊，都是会保证你的每一个部位非常的安全的。然后希望大家多多了解这项运动，多多支持这项运动，热爱摩托车。